在追求爱情的路上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相亲时总是遇到普通男性，顺利交往的对象却很容易成为花心大萝卜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人，结果发现对方已经隐婚，这让你陷入成为小三的危机中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部改编自尾崎一良同名漫画的日本电视剧《深夜的奇葩恋爱图鉴》。整部剧从女性的视角讲述了3个女生的恋爱故事，她们在恋爱中遇到各种奇葩男性和意想不到的奇葩行为。这部剧可以说是现代渣男的图鉴，全程非常精彩。当这3个美少女开始夜晚的闲聊，她们专门开的渣男吐槽大会也就此开始。首先开始吐槽的是小圆，她没有任何恋爱经验，在一家企业做接待工作。有一天，一位穿西装的男士给小圆递了一张名片，我们暂且称他为诚实男。在诚实男的积极追求下，小圆喜欢上了他，决定开始交往。小圆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男人，他把自己从未恋爱的秘密告诉了诚实男。诚实男坚持诚实的原则，决定向小圆透露一个重大的秘密，他已经结婚了。诚实男表示，即使结了婚，也不会忽视作为小三的小圆，同时温柔地吻了小圆的手背。震惊的小圆没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无耻的人，她立刻变身为不良少女，怒斥诚实男。诚实男被小圆突然爆发的愤怒吓到，慌忙逃离了现场。第二位吐槽的是千代，她从小就沉迷于少女漫画，她一直梦想着找到像白马王子一样的伴侣。她刚买了蛋糕，不小心高跟鞋卡在石头里，差点摔倒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帅气的八代像王子般救起了即将摔倒的千代，这激发了千代的一见钟情。之后他们一起喝了几次酒，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恋情。千代认为八代就是他的白马王子，相信恋爱会像少女漫画那样发展，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当喜香香的千代想要与八代深入交流的时候，看着男友像个仆人那样熟练的铺床，忍不住感到有些失落。紧接着八代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让千代的王子美梦彻底破灭，大失所望的千代跑回了家。为了不再看到王子变成铺床工，他特意订了一间酒店，准备和八代进一步发展关系。当两人正打算享受温馨的鸳鸯浴时，千代看到浴水中的毛发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白马王子变成油腻男的画面。这一次他被彻底恶心到，再次逃离。第3位登场的是动不动就开启怒模式的佐和子，他这次吐槽的对象是他的前男友。如果说出轨是一种病，那他的前男友就是病入膏肓。前男友是个乐队歌手，不仅无收入靠女友养，还屡次出轨，出轨次数达到12次。他还厚颜无耻地说劈腿是男人的本能。但佐和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在听前男友演奏时不小心睡着了，他借用前男友的话狠狠反击，睡觉是人的本能，你的烂音了，我实在受不了。经过一番吐槽，小圆又开始谈起他遇到的第2个渣男，这次是朋友介绍的相亲，对方是个叫铃木的戴眼镜的男士。铃木一开始显得很紧张，不敢直视小圆，也不敢直接和小圆交流，直到小圆透露自己没谈过恋爱，铃木突然变得自信，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狂妄地说他是个优先考虑个人兴趣的人，如果对方不介意，可以考虑试着交往。小圆当场就拒绝了他。听完小圆的相亲经历，佐和子突然宣布她找到了新男友，新男友名叫阿亮，他刚结束单身，很快就向佐和子表白，并说不管佐和子是否接受，先试着交往3个月。听到这里，闺蜜们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猜想他是不是因为要过节才急于找女友。佐和子拿出手机查看日历，果然发现了问题。原来阿亮的生日快到了，尽管知道男友和自己在一起只是因为不想孤单过节，佐和子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。阿亮很快就搬进了佐和子的家，同居之后，佐和子变得精疲力尽，不仅白天要工作，晚上回家还得像个保姆，照顾阿亮的日常生活，还要负担2人的所有生活费用。只因为阿亮是个无用的人，自私又挑剔。千代的恋爱同样不顺，他一直想和八代更进一步，但总是失败。八代对千代一次又一次的逃跑感到困惑，想知道背后的原因。千代无法坦白他逃跑是因为八代的毛发太多，只好撒谎说他想要的伴侣是完美的王子。就在这时，千代又注意到男友的鼻毛，立刻脑补了一幅夸张的画面，再一次尖叫着逃跑了。小圆拒绝了相亲对象铃木，但他并未因此放弃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铃木不断邀请小圆出去吃饭，到处宣称小圆是自己的女友，引得众人皆知。小圆从同事那里得知这一切后，特意警告铃木不要继续散布谣言，铃木却没有收敛，还编造了2人亲密接触的故事，并四处传播。小圆忍无可忍，决定反击。下班后的某天，小圆来到一家餐厅，看到春风得意的铃木，特意换上了隐形眼镜，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
继续向朋友吹嘘与小圆的恋爱生活。为了揭露铃木的真面目，小圆毅然冲进餐厅，用尖锐的声音宣布和铃木分手，理由是铃木的表现太差，希望他能加强锻炼，最好找专业人士来治。到。说完这些，小圆潇洒地离开了餐厅，留下慌乱的铃木面对朋友们的嘲笑。画面转换，和八代交往中的千代依然期待与八代的关系能有所发展。在约会的那天，千代建议一起去看电影，近视的八代戴上眼镜，高兴地答应了。千代想到男友戴眼镜的帅气模样，立刻陷入了痴迷，没想到又一次被八代眼镜上的毛发打断了。千代接受不了从霸道总裁变成长毛眼镜怪，再次逃跑了。佐和子的恋爱情况也没好到哪去，阿亮下班后只会躺在沙发上，抱怨工作很累，让佐和子帮他倒啤酒。尽管下班比佐和子早，也不会想着帮忙做家务。佐和子下班回家那天，看到桌上的餐具没收拾，质问阿亮为什么吃完早餐不把餐具放进水槽。阿亮只是口头上说对不起，他真正关心的是晚上吃什么。佐和子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了晚餐，但阿亮一点也不感激，对佐和子辛苦做的晚餐挑剔不已。更过分的是，阿亮明知佐和子工作忙，还要他熨衣服。佐和子以自己很忙为由，让阿亮把衣服送洗衣店熨烫。没想到阿亮居然抱怨佐和子不够体贴温柔，不理解他有多累。听到这话，佐和子压抑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，他开始严厉地责问阿亮：你每天能睡足8小时，白天工作后回家就只是躺着，除了上班什么都不用做，你为什么还觉得累？你之所以这么累，难道是因为呼吸太累？这时阿亮被佐和子的质问惊得目瞪口呆。画面转换，这一晚的抱怨大会正式结束。经历这些男友奇葩行为的3姐妹并未受到太大影响，没心没肺的开怀大笑。小圆接连遇到2个不靠谱的男人，千代因为男友浓密的毛发总是无法进一步发展关系，佐和子面对男友阿亮的懒惰和对自己挑三拣四的情况下，最终爆发了。在接下来的故事中，他们的恋爱之路看似困难重重。首先出场的是小圆，这次他遇到了高中同学田中。高中时，他是年级里的学霸，学渣的小圆曾向他表白，却被他冷酷的拒绝。表白失败后，田中背后大肆传播这件事，嘲笑小圆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因此小圆一直记恨到现在。那天2人找了个地方喝茶聊天，田中非常自恋，故意炫耀自己的名牌大学背景，用蹩脚的英语夸耀自己从事金融行业。他没想到小圆能听懂他的英语，并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银行小职员身份。临走前，小圆嘲讽田中说自己的英语是高级别的 F， 而他只是 C 级。对现在的小圆来说，田中这种没有真才实学还炫耀过去的人真的很差劲。另一边，千代开始了和八代的第一次假期约会。精心打扮的她想到能见到不同于平时的男友，很激动。下一秒，千代大吃一惊，她难以接受男友衬衫塞进裤子的样子，这完全不符合她心目中的王子形象。虽然八代的穿着让人失望，他的温柔依旧深深吸引着千代。千代坚信今天2人能有所进展。就在八代准备亲吻千代时，千代被八代 T 恤上的猫咪图案吸引，他突然想到了动漫中的猫广志，进一步发展的想法再次落空。同时，佐和子和阿亮的同居生活也面临问题。佐和子之前的暴走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，阿亮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依然挑剔佐和子做的饭菜。在阿亮看来，只有他妈妈做的味噌汤是最美味的。佐和子很不舒服被阿亮拿来和他妈妈比较。晚饭后，佐和子在网上挑选商品，洗完澡的阿亮看到后，像小孩子一样撒娇要佐和子买薯片。佐和子发现阿亮并没有打算付钱，心里虽然不高兴，但还是忍了下来。第二天晚上，佐和子像往常一样准备晚餐，阿亮突然打电话说他要带2个同事回家，让佐和子也准备他们的晚餐。佐和子对阿亮突然带人回家感到不悦，但他还是静心做好了晚餐。阿亮和他的同事到了，佐和子从同事那了解到，阿亮经常抱怨他做的饭菜不好吃，这次请同事来是为了让他们评判。对此，阿亮说这是为了佐和子好。餐桌上，同事们对佐和子的菜赞不绝口，阿亮简直不敢相信，让同事们尝尝佐和子的味噌汤。同事们尝后也说很好喝，阿亮还是不服，他认为佐和子的味噌汤没有加浓缩高汤，所以觉得不好喝。佐和子这才知道，阿亮妈妈的味噌汤之所以好喝，是因为加了浓缩高汤。佐和子开始反驳阿亮，希望他不要把个人喜好当成常识强加给别人，认为不像妈妈的就是不好吃。听了这话，阿亮感到自尊心受损，
他想在同事面前表现出家庭主人的形象，因此提高了声音，让佐和子离开。但他忘了，这个家的真正主人是佐和子。佐和子终于爆发，他把阿亮连同他的东西一起扔了出去，让阿亮回到他妈妈那里去，成为一个只会依赖妈妈的妈宝男。原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，第二天，阿亮竟然带着2个同事向佐和子下跪道歉。佐和子不认为男友下跪就真的意识到错误，他径直走回了公寓。阿亮再次感受到自尊心的打击，哭着离开了。另一方面，八代为了变成王子付出了很多努力，这让千代开始改观。一辆摩托车溅起了水花，八代豪不犹豫地挡在千代前面。千代被感动，决定今天要与八代进一步发展关系。没想到八代却爽约了，他以为浪漫地吻了千代的额头就可以离开。吻过之后，千代感到困惑，奇怪八代为何还用这种老套的方式。当两姐妹在讨论千代难以取悦时，佐和子发现自己感冒了。借着感冒的话题，她提到之前阿亮感冒时，自己细心照顾却被感染。阿亮得知后竟然改变态度，让佐和子不用担心，好好休闲。佐和子意外地看到阿亮也有体贴的一面，可惜这种感动很短暂。佐和子很快发现阿亮还是那个自私的他，他因为害怕被传染，逃回了老家。夜里佐和子感冒加重，发现冰箱里没有食物，他发短信给阿亮，希望他能带些食物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阿亮带着一袋食物回来，不料他带回来的是他自己喜欢的炸鸡。佐和子强调生病时不应该吃油腻的食物，建议最好买些布丁和粥。阿亮立刻显得不耐烦，他认为佐和子在耍小性子，觉得有想吃的应该提前说。听到这话，佐和子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，大声反驳：因为你生病时想吃布丁和粥，所以我以为我生病时你会明白，你就应该知道要买粥和布丁。然后佐和子嘲笑阿亮业绩不好，是因为他设身处地为人考虑的能力很差。阿亮没想到生病的佐和子还能这么有斗志，他顿时吃了一惊。在酒吧里，八代说他最近开始学习骑马，还向千代展示了骑马的照片。千代看了照片笑了，他觉得骑马的八代像是电视剧中的淘气将军，一点也不像王子，这让八代感到非常失望。后来八代和朋友去烧烤店倾诉，抱怨努力变成王子让他身心疲惫，朋友只好安慰他多吃点来发泄。场景转换，小圆正在参加一个大学社团同学的婚礼，婚礼上新娘马美对小圆发难，她希望小圆以后少约新郎佐藤出去喝酒，小圆只能开玩笑让佐藤婚后要以家庭为重。接着马美特意叫所有单身大龄女性上台抢捧花，这让小圆和其他人感到被侮辱，因为太积极抢捧花可能会被认为急于结婚。果然大家都对捧花避而远之。在尴尬中，小圆好心地捡起了地上的捧花，却被不知情的马美嘲笑她没有男友还敢抢捧花，说她太过饥渴。这时佐藤出面替小圆解围，他说如果小圆是那种人就不会至今单身。马美听后装作无心的样子，说自己不是故意伤人。新婚夫妻的这种行为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，小圆更是气得非常。这场婚礼之后，小圆因为佐藤当众揭露她的隐私，决定不再和他们交往。几天后，佐藤找到小圆，原来他的上司永野对没有恋爱经验的小圆感兴趣，想让佐藤帮忙牵线。佐藤为了自己的升职加薪，请求小圆帮他取悦上司。这时自信满满的永野在不远处向小圆送秋波，小圆对这一系列油腻行为感到非常震惊。这一刻小圆忍无可忍，他把佐藤拉到一旁，瞬间变成了不良少女，用武力解决了所有的怨恨。小圆对普信的男生田中和利用他的佐藤大发雷霆。千代想要和男友发展关系，总是遇到重重障碍。佐和子在是否原谅无用的男友阿亮这件事上犹豫不决。这一夜，他们3个人的吐槽大会再次开始。首先发言的还是小圆，他参加了一个单身派对。加藤知道在场的女生点了主食，嘲笑他们不懂男生嘴里的丰满，是指曲线美，不是肥胖。他这么一说，脾气暴躁的小圆坐不住了，质问体型臃肿的加藤怎么还这么自信，能够无视自己肥胖，还敢对女生的身材指手画脚。加藤被问得哑口无言。紧接着小圆展现了她惊人的实力，证明了女生对美食的热爱。吃饱了再考虑身材，小圆勇敢做自己，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。提到食物，佐和子回忆起之前和阿亮一起吃拉面的情景，他一口气吃完了自己的份，没给阿亮留，也没有和阿亮点不同口味的拉面。阿亮因为吃不到佐和子的拉面感到失望，开始用挖苦的话语暗示佐和子不够体贴。佐和子认为阿亮太不讲理，明明一直都是 AA 制，他为何还要受他的非议，气得把一双筷子折断。阿亮只能在旁边震惊地看着。
同时，千代回忆起大学时的男友，他长得像王子，却对自己的手指过于自信，让人难以忍受。不管是为爱鼓掌还是按摩，他总是要展示自己强壮的金手指，完全没意识到他口中的孔武有力，对千代来说这只是虚有其表。正因为有了这样不愉快的经历，让他对男生的缺点越来越敏感。他认为只有和完美的王子才能找到幸福。场景转换，小圆在工作的地方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电车的奇怪男子阿世，两人约在一起喝茶聊天。最初，小圆惊讶地发现，阿世对电车站点的特色和风景非常了解，认为他是个善于观察、非常细心温柔的人，觉得继续了解他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相处1周后才发现，阿世的话题总是围绕着电车站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求小圆用电车站的名字来与他交流，比如用环形电车线路上的站点来代替时钟的每个整点，这让小圆感到困惑，最终只好无奈地放弃与阿世的交往。佐和子的情况也不顺利，他因为最近工作忙，没有时间做饭，向阿亮表示歉意。阿亮为了改变自己在佐和子心中无能的形象，提出由他来负责做饭。佐和子对此感到欣慰，他在一旁抓紧时间工作。阿亮在厨房里准备开始，但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准备食材时，他不断向佐和子求助，要么是找不到陶锅，要么是不知道该放多少米，甚至想让佐和子放下手中的工作去买生粉。这些琐碎的问题，佐和子都一一忍耐了。他原本以为解决了这么多问题后，就可以安心工作，没想到阿亮竟然差点把厨房烧了。佐和子及时阻止了阿亮用洗洁精清洗铁锅的举动。阿亮觉得事情总不如自己所愿，开始发脾气。佐和子忍无可忍，对阿亮的不满全面爆发。他虽然感谢阿亮做饭的好意，但他一直干扰他的工作，让他非常生气。阿亮看到这样的佐和子，害怕的连连摇头。在另一边，小圆最近桃花运很旺，一天晚上参加公司酒会后准备回家，被同事中田拦下。他表示要送小圆回家。小圆知道他也有家室，便谎称自己有男友，但中田并未因此打消念头，在回家路上对小圆进行了强行壁咚，表达了想要占有小圆的想法。面对无耻的中田，小圆不得不展示她不良少女的一面，用拳头回击中田的壁咚，把他吓得直哭。不久之后，总务部的大野城邀请小圆吃饭，他是个打着 AA 制旗号的吝啬鬼，他精确的 AA 了2人的餐费，然后把自己多付的1元当作是慷慨请客。后来他们一起去看电影，小圆发现今天是电影院的女性优惠日，他本以为自己只需支付优惠价，没想到大野城还是坚持 AA 制，这样小圆不得不支付应由大野城付的部分。小圆彻底看清了大野城假慷慨真小气的本性，他退了电影票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留下困惑的大野城。同时八代为了约会，特意借了一辆豪华跑车，让千代享受了一次公主般的待遇。八代自认为表现完美，却不知千代并不喜欢这种仆人般的王子，他更喜欢平时冷淡偶尔撒娇的王子。佐和子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傲娇男，不是王子。提到傲娇，千代不禁想到了公司的同事本山。在千代的印象里，本山很讨厌他，他总是冷着一张脸在办公室嘲笑他的方言口音装可爱。那天午休时，千代正在整理杂物，本山突然出现，用一种霸道总裁的口吻说，你的方言发音很可爱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在其他男人面前轻易展示这种可爱。本山突然的态度改变让千代有些困惑。佐和子最近在和阿亮冷战，因为他希望阿亮能帮忙打扫卫生，阿亮却无动于衷。第二天佐和子下班回家，发现阿亮和2个同事把家弄得又脏又乱，同时听到阿亮说家务应该由家里人做，他气得不行。阿亮发现了佐和子，尖叫着求他原谅。佐和子冷静地清理垃圾，告诉阿亮这屋子最大的垃圾就是他。阿亮感到事情不妙，赶紧跪在佐和子面前痛哭流涕。这时已经太晚了，佐和子愤怒地把阿亮和他的同事一起赶出门。听到这里，大家都吐槽，小圆和千代都很困惑，为什么佐和子一次又一次地原谅阿亮？佐和子解释说，因为阿亮像小狗那样淘气又可爱，看来佐和子是把男友当成宠物来养。第二天深夜，吐槽还在继续，这次轮到千代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千代和八代正开诚布公的表白，同事本山突然出现带走了千代，只留下一脸懵的八代站在原地。本山后来得知千代有男友，居然就这样抛下千代走了，这种莫名其妙的举动让千代非常困惑。八代还不知道这只是一场误会，他去了酒馆向朋友诉苦，朋友没想到八代的王子形象还没建立，又出现了一个情敌，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小圆接着吐槽自己参加初中同学聚会的经历，
遇到了变化很大的肥后。当大家谈论身材时，肥后自夸按艺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对在场的所有女生的身材评头论足。小圆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开始反击。他将肥后和标准9头身的素水重道相比，反问肥后为何身材比例不如人家，还敢那么自豪地评价别人的身材。肥后说不出话来，只得尴尬地离开现场。阿亮来到佐和子公寓楼下寻求复合，他说自己租了一套2人公寓，希望以结婚为前提同居，以此来挽回佐和子的心。佐和子头脑清醒，质问阿亮为何觉得提出结婚就能挽回他。佐和子转身离开，阿亮在公寓楼下被挡住。没过多久，佐和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阿亮，他们一起搬进了适合2人居住的大公寓。第一天住进去，阿亮希望佐和子能给他足够的面子，把2人 AA 的生活费存入他名下的账户。佐和子没有反对，虽然阿亮开始分摊生活费，但佐和子不仅出钱还出力，他想用共同的资金买个扫地机器人。阿亮却不同意，他认为扫地机器人主要是减轻佐和子的负担，所以应该由佐和子出钱购买。除此之外，阿亮还说自己的老家离这套房子更近，不会经常来这里住，因此房租应该由常住的佐和子支付。佐和子认为既然阿亮不付房租，那么房子的租约应该转到他名下。阿亮觉得这样做很没面子，拒绝了佐和子，这让佐和子非常生气。他对阿亮说，如果你想我给你面子，那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值得我这么做的地方。阿亮无言以对，甚至不敢大声呼吸。这一刻，愤怒的佐和子和吐槽大会上的佐和子重叠了。闺蜜们惊呼佐和子的霸气，同时又开始质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段关系。佐和子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无奈的大口喝啤酒。小圆总是遇到怪异的男性，始终无法开始自己的初恋。千代和八代的关系进展缓慢，同事本山还插足其中，打乱了他们的恋爱进程。佐和子和阿亮则是十分适合。那天晚上，3姐妹的吐槽大会再次开始。在这段时间，她们又遇到了些什么奇人奇事？不多说了，一起来看今晚的吐槽大会吧。小圆首先获得吐槽权，开始讲述不久前的糟心事。当同事问小圆公司里有没有她的理想型，为了避免同事胡乱撮合造成误会，她只能说很欣赏已婚有子的叶幕。话虽无心，但听者有意。同事马上加油添醋的把这事告诉了叶幕。叶幕误以为小圆对他有意思，开始找机会频繁的培训小圆。那天下班后，还邀请小圆去吃晚饭。在餐桌上，叶幕试图迎合那些喜欢好爸爸形象的单身女性，不断讲述养孩子的辛苦，还抱怨自己和老婆已无激情，希望这样能赢得小圆的同情。但小圆发现实际带孩子的全是叶幕的老婆，她自己几乎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。面对这样虚伪的男人，小圆直言不讳地指出她在家庭中其实什么也没做，却无耻地享受着好丈夫、好爸爸的名声。叶幕无法反驳，只能对小圆的直率感到震惊。紧接着，千代也开始谈自己的困扰，因为和本山一起加班，没接到八代的电话，直到他们一起离开公司，才发现八代一直在楼下等。八代为了显示主导权，抓着千代就往前跑，跑了几步就因踩到香蕉皮摔倒。他正想逃离尴尬现场，突然裤子裂开，让他出了大洋相。八代跑到远处，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，他觉得自己达不到王子的标准，对不起一直信任他的千代。他给千代打电话道歉后，匆忙挂断了电话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。佐和子的情况也不好，阿亮向同事提起和佐和子因生活费吵架的事，同事用自己的婚姻经历告诉阿亮，收入较高的一方应该多承担一些生活费，还好心提醒阿亮，既然选择了一起生活，就不该计较得失。这让阿亮有所觉悟，决定和佐和子好好谈谈。为了彻底解决生活费的问题，阿亮要求查看佐和子的工资明细，发现佐和子工资比自己高后，他心里不平衡，用同事的例子向佐和子说明，赚钱多的应该多出生活费。佐和子认为如果自己多出生活费，阿亮就应该多做家务。阿亮不同意，用佐和子计较得失来道德绑架他，但佐和子不接受这种说法，他马上回击道，只有真正付出的人才有资格说不应计较得失，你这种根本不想付出的人没资格这么说。阿亮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阿亮把这事告诉了同事们，同事们虽然认为佐和子的要求合情合理，但还是忍不住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却被老婆忽视。于是同事建议阿亮要让佐和子知道也在帮忙做家务。回到家，阿亮自信地告诉佐和子自己也在处理垃圾。在佐和子看来，这根本不算是做家务，阿亮只是上班路上顺便扔的垃圾。最辛苦的垃圾分类一直都是佐和子在做。后来阿亮从2个女同事的谈话中得知，只要男友在床上表现好，
所有缺点都能被原谅。阿亮想通过亲密接触解决最近的矛盾，佐和子一个肘击把阿亮打退了，留下阿亮在原地大声怒吼。其实阿亮一直想和佐和子结婚，但他发现佐和子并不想结婚，于是他特意约了高中时的2个好友阿石和美香，还有他们的孩子龙马，希望通过和龙马的相处，让佐和子喜欢上孩子，从而有了结婚的念头。很快，龙马变成了难以管束的孩子，严重考验佐和子的耐心。阿亮和朋友们却没注意到，让龙马这个顽皮的孩子胡作非为。这时，龙马不小心打翻了玻璃杯，佐和子见状急忙大声阻止他捡玻璃片，龙马哭了起来。美香对佐和子大发雷霆，指责他一个成年人竟然对小孩发火。聚会结束后，两人回家。阿亮特别向佐和子解释，这次聚会的目的是让佐和子通过和孩子接触，培养出结婚的念头。对佐和子来说，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，他根本不觉得结婚生孩子有什么乐趣，反而更清楚阿亮的无能。第二天，阿亮仍然不死心，带着阿石和美香来家里试图说服佐和子。在两人的追问下，佐和子直言阿亮的无用，让他看不到结婚的美好，反而感到非常不安。佐和子原本以为他们能理解，没想到他们认为这一切是佐和子的任性和矫情，还说佐和子是不愿意对关系负责的渣女。面对阿石和美香的联手围攻，佐和子发现阿亮靠不住，只好自己为自己辩护。他首先怒斥两人对他的偏见，然后指责他们作为父母的失败。佐和子的一连串质疑让阿石和美香更认为佐和子无理取闹。这两个无用的队友最终没能改变佐和子不想结婚的想法，反而劝阿亮和佐和子分手。在这一刻，佐和子终于不用再忍受幼稚男有的各种行为，他很洒脱地说今天就要离开，走出了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。佐和子感到非常轻松，不知不觉中跳了起来。阿亮自信地认为几天后佐和子会主动求复合，开心地和朋友吃起蛋糕。千代因为联系不上八代，去八代的住所找他，却一无所获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千代被飞驰而过的车溅了一身水，不禁回忆起与八代的种种。千代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深深爱上八代，他随后来到八代的公司，却被告知八代即将被派往迪拜，现在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。听到这消息，千代转身向机场大巴的方向狂奔，但遗憾的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去机场的大巴，他因为失去八代而悲伤落泪。此时八代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面前，原来八代忘记带护照，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。这种即将失去爱人的感觉让千代顿悟，他一直在寻找的王子就在身边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真正接受了八代，两人深情拥抱。当晚终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现实总是残酷的，一夜情后，第一个醒来的千代看着八代的睡颜，还是选择逃离。看来在心底，千代始终无法接受八代的不修边幅。几天后，小圆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。对40岁的连树来说，结婚仅仅是为了找一个妻子，帮他做饭和继承家业，同时帮忙照顾他忙碌工作中无法顾及的父母。两人午饭后一起在户外散步，连树对小圆非常满意，希望小圆能认真考虑和他结婚。小圆明白连树想结婚的真正目的，觉得他无耻至极，非常反感。虽然表面上没表现出来，但已经在脑海中想象了一番严惩这个骗婚男的场景。阿亮这边正享受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，突然出现的小强让他的快乐停止。以前家里如果有小强，总是由佐和子来处理，这次没有佐和子，阿亮只能选择逃离家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真正意识到佐和子对他的重要性。这一刻，阿亮不顾一切，满身狼狈地跑到佐和子公司求复合。佐和子正在公司举行庆功宴，他喝了很多酒，有些飘飘然。阿亮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趁这个时候求复合一定会成功。佐和子面对阿亮深情的忏悔感到很是欣慰，直到知道阿亮只是想让他回去处理小强，立刻失去了兴趣，明确告诉他绝不会和他复合。阿亮感到非常震惊，开始动情的争辩，质问佐和子是否真的愿意看着他孤独终老。佐和子冷冷地回答，那我们葬礼上见。说完，他转身回到庆功派对，留下阿亮一个人在原地痛哭。佐和子的感情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。小圆这边仍然在受到相亲男连树的骚扰，他因为得不到小圆是否愿意结婚的回应，特地来找小圆。小圆表示他目前只想专注工作，没有打算结婚。连树没听出小圆的委婉拒绝，自作主张的建议小圆辞职，致力于成为家庭主妇。自负的连树误以为小圆之所以不敢嫁给他，是因为没有恋爱经验，他笑着说会接受小圆的一切。他这么一说，小圆感到非常震惊，想到自己尽可能失去初夜给这样的男人，
感觉极其恶心。他没有让连树继续说话的机会，他慢慢的说：“如果要和我结婚，每个月必须给我父母10万日元的生活费，婚礼上必须邀请我高中时的密友。”然后他向不远处的朋友挥了挥手，几个看起来很凶的黑衣人围住了连树。连树被吓得不轻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小圆。其实这些黑衣人和小圆一样，已经洗心革面，他们的打扮只是为了扮演热血高校。在这场吐槽大会后的夜晚，虽然他们不理解为何世界上有那么多男人，却总是遇到些怪人，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渴望谈一场真正的恋爱。